欢迎来到 Crypto Tricks。在视频开始之前，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沿的讯息，不错过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We're going to make it。6月的加密市场可谓是风雨飘摇，著名的三界资本被爆出有杠杆爆仓随时出局的风险，比特币是跌到2万美元以下，以太坊更是跌到了最低时候只有900美元左右。这对所有币圈的投资人和创业者们来说，绝对都是凛冬将至，所有的人都走到了悬崖边上。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救世主，29岁的 FTX 交易平台创始人，身价225亿美元的90后富豪 Sam Bankman-Fried， 他宣布将通过提供贷款及入股等方式拯救一些陷入危机的项目。明知道这个时候介入可能会抄底抄在半山腰，但是 SBF 表示，就算介入让我们损失一些钱，但我们也要阻止危机的蔓延。这话说的颇有几分悲壮的感觉。根据以往的经历，当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出手救市的往往都是美联储。从上世纪美联储的前身私人银行家自发组成的救市行为，到这个世纪初期美国次贷危机，美联储的出手救市，再到这次的币圈流动性危机， FTX 一系列行为好像说明他们想要做的就是币圈的央妈。这么大的口气，那么这个还不到30岁的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呢？他的 FTX 又是怎样能够在短时间内拥有这么一大笔资金的呢？我们得从这个年轻人 SBF 聊起。 SBF 因为有着一头狂野的头发，被币圈称为爆炸头。他2017年才开始涉足加密货币行业，短短4年就积攒了上百亿的加密资产，并在2021年10月登上美国400富豪榜。这时候的他才年仅29岁，财富净值为225亿美元，是世界上30岁以下最富有的人。从麻省理工毕业后的 SBF 在华尔街知名证券交易公司 Jane Street 做交易员，后来从 Jane Street 离开后， SBF 成立了2级量化交易初创公司 Alameda Research， 主要为头部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提供流动性。在2018年至2019年的熊市中，因为 Alameda Research 成绩表现优异，成为了加密市场最大的流动性供应商。优异的成绩也被币安的创始人 CZ 注意到，于是投资了 SBF 创立的第2家公司 FTX， 于是便有了今天的全球第4大加密货币交易所。这2个创业项目为 SBF 迅速的积累了财富， SBF 也是很快的走上了扩张之路。2020年的 DeFi 开始大爆发，作为 Solana 公链的支持者， SBF 推出了基于 Solana 公链的去中心化交易平台 SwarmDex， 以期望和当时的最大 DEX Uniswap 对抗。 SwarmDex 在同年的8月30号上线仅1周就获得全球顶级高频交易公司 Jump Trading 的投资。几乎同一时间， FTX 宣布以 1.5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加密货币资产管理工具 Blockfolio， 成为目前加密货币史上的第6大收购。 SwarmDex 出现的同时，一度吸走 Uniswap 过半流动性的现象级 DEX 平台 SushiSwap 也出现了。后来由于 SushiSwap 的创始人Chief Nomit 跑路，将 SushiSwap 时间锁管理控制权意外地丢给了 SBF。 2021年的8月， SBF 控制下的 FTX 启动收购了 LegendX， 这是一家受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监管认证的数字货币期货和期权交易所和清算所，当年年底完成收购，并将其更名为 FTX US Derivatives。 2022年的5月，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开的一个 13F 文件， SBF 花费了 6.48 亿美元购买了5000万股的 Robinhood 股票。现在 SBF 的持股比例为 7.6%， 仅仅做这些还不能满足 SBF 的野心，尤其是在加密市场频频暴雷的6月份， SBF 出手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2022年的6月份，以太坊出现暴跌， STETH 被机构打折出售，本质上是三箭资本的爆仓。这次暴跌中，只有 SBF 主导的 FTX 和 Alameda Research 伸出了援手。6月21号，加密借贷平台 BlockFi 宣布获得了 FTX 交易所 2.5 亿美元的循环信贷额度。 BlockFi 是清算三箭资本贷款抵押品头寸的机构之一，在三箭资本的暴雷中， BlockFi 很难幸免于难。26号更有消息传出 SBF 打算完全收购 BlockFi。 同样受到 FTX 橄榄枝的还有 Voyager Digital， 也是在三箭资本暴雷中被连累的那一方。紧接着的消息也是 SBF 打算收购 Voyager Digital。在币圈整体大崩盘之际进行收购，你当然可以说他们是在抄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真正利用自己的资金做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在利他的同时也做到了利己。其实我们只需要回顾历史，类似的现象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
1907年，美国爆发经济恐慌，当时美联储还没有诞生。有世界债主之称的摩根集团创始人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出手，从而避免了纽约股市崩溃，创造了私人银行家组织力量来对付一场国家金融危机的奇迹。而实际上，摩根是以4500万美元的超低价格买入了一项潜在价值至少10亿美元的资产。那么 SBF 能够复刻出100多年前摩根的救市行为吗？能够准确的抄底吗？作为币圈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FTX 如果倒下，那整个币圈可以说是神仙难救了。我自己肯定是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的，不知道各位看官怎么看？欢迎分享您的看法。那下面我就来讨论一下这个币圈到底需不需要央妈的这么的一个话题。那目前来看呢 ，FTX 在熊市出手救市的确与当年这个 JP Morgan 拯救纽交所和银行挤兑事件相似。但是我个人的观点呢是，如果没有人在这个时候出手的话，可能币圈会出现更大和更多的损失，造成市场的自由落体。那 Crypto 最早的时候呢，当然非常小众，仅有一部分人来去挖矿与交易和持有比特币。但绝大部分人还是没有认真的对待，然后或者觉得加密货币在未来肯定不会是实现的。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2008年为开端，然后呢，快速简单的回顾一下加密世界的这个发展历程，也好让我们对目前发生的事情有更全面和深刻的一个了解。那其实比特币的这个诞生呢，并不是加密货币的源头，在比特币之前还有过 DJ Cash 和这个 BitGold。一个是创造出用加密学的一种这个货币形式，另外一个就是发明了通过这个参与者提供计算机的这个算力来赢取奖励的这么一个形式。所以呢，比特币实际上是更像是这两个前身的一个结合体。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2018年到2010年的这个开端，那也就是在2008年10月份呢，这个 Satoshi 正式发布了比特币的白皮书，然后向世人介绍这个比特币的这个区块链。那这一切的开始呢，都离不开区块链技术以及他们创造出来的无法更改的数据结构，来保证比特币的生态和机制可以平滑运转。那在2009年1月3日时呢，Satoshi 自己挖了第一个区块，并将当时《时代》杂志的一条头条新闻放在了最初的这个区块中，来映射当时的经济情况。那也就是2008年到2009年由次贷危机引起的这个全球经济危机，然后银行救市以及华尔街的骗局，然后这一切呢，都让比特币的诞生变得戏剧化和这个富有正义感。那 Satoshi 挖出的这第一个区块呢，也就是创世区块，有50枚比特币被挖出，当时的交易和转账都发生在这个加密社区之间，非常少数的这个感兴趣的人会来帮助这个比特币区块链稳定的运转起来。直到2010年结束前，这个比特币的价格差不多在30美分一个左右。那时间到了2010年到2014年，也就是加密市场的这么一个形成的过程。那任何价值呢，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都是相对的，商品货币的价格也是相对的。但如果要让一个东西产生价值呢，那必须就要有需求和这个供给的关系，那并且需要一个市场来支持有需求和有供应的人们来进行交易，决定价格。那比特币在2011年价格来到了1.06美元。通过这个社区的宣传与这个吸引参与者，然后以及最初线上比特币的交易所的成立，还有这个福布斯发表的关于一些加密货币的文章，都催生了更大的这个规模和参与的人数，并且比特币最初非常小众，同时吸引了毒贩还有洗钱的人，他们都发现了比特币的好处，所以由此烘高了这个价格。那在2011年底呢，比特币价格也差不多到了4到5美元左右。那这之后呢，就开始了有新的加密货币的出现和区块链的出现，有的是直接 fork 的这个比特币的代码，然后进行了一些更新，然后也有的是全新的这种创新。那在2012年的时候呢，比特币的价格持续走高，Bitcoin 这个 Foundation 的设立呢，也推进了这个发展，同时还吸引来了这个风险投资的入场。在2013年到2014年，尽管面临诸多这个监管犯罪还有软件 bug 相关的问题呢，比特币还是在持续上涨，最高点曾达到1163美元，但是也就在这个2015年初呢，比特币的价格又跌至了152美元，然后开始了一个较长的熊市。再下一个阶段，我就来到了2016年到2014年到2016年，那就这个阶段就是比较大的事件，就是骗局这个黑客攻击。
在2014年到2016年呢，著名的这个 Mt. Gox 比特币交易所的事件呢，就是导致85万枚比特币被黑客偷走，然后很多人的这个资产被清空。这些比特币的下落呢，至今还是个谜。当时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呢是极度不成熟，而且隐藏非常多的这个安全问题的。那时候硬件钱包和软件钱包的开发也不成熟，用户只能将这个比特币托管在不透明的交易所。但是这件事情呢，也为现在的这个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改进与安全提供了很好的前车之鉴。那在2014年到2016年呢，比特币的这个流通已经小成规模，更多的人也参与到了加密社区中，然后来去交易啊，赚取利益和这个开发啊，还有建设等等。那过了这个年的时间呢，那比特币就是在2016年和到2018年，就是到了一个升华至全球以及还有以太坊诞生的这么一个阶段。那说实话呢，我真正听说和了解比特币，也就是在这个阶段。那个时候我还在读本科，然后有朋友告诉我，他当时在 Coinbase 上买比特币，然后我还比较懵懂，那个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它背后的这个意义和价值，当时就一笑了之了。现在想想是多么大的一个错误。那在2016年初呢，比特币的价格还是998美元。那在2017年，比特币通过这个 Lightning Network 的升级后呢，也就是一个 Layer 2的 Scaling Solution，那来去加快这个比特币的交易速度与规模，还有改进安全。那它的这个价格呢，也飙升至2700美元，并在年底做火箭上升到了这个2万美元左右。在这2年间呢，发生的这个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以太坊的诞生。那以太坊在2015年正式 launch， 它的这个诞生呢，延展了区块链的应用以及广度，发明了智能合约 smart contract， 允许参与者的算力不仅仅作为这个处理交易，同时还可以用作开发环境、开发应用。它的这个区块链的潜能，以太坊同时还可以允许人们在以太坊链上发行自己的这个加密货币以及 NFT。同一时间呢，还有我们之前讲过的 Cardano、Tezos， 像 Neo 等等类似的这些区块链的诞生，将这个加密货币带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以及规模。18年之后呢，至今那也就是进入了一个就是崩盘恢复的这么一个过程吧。2018年的时候，比特币与以太坊并没法就受这个持续升高的价格。那随着监管安全的问题呢，一直导致这个比特币在2018年底的3700美元。那持续了2年的寒冬后呢，直到2020年，随着 MicroStrategy 宣布购买2亿5千万美金的这个比特币，将加密世界的市场推入了这个牛市，也就差不多开始后这段时间，随着大环境的这个还有世界经济的影响吧，美国的这个量化宽松，更多的人就是更多的时间在互联网上和电子世界中。那各资本呢也找地方投资，所有人寻找可以这个储存价值的资产，以及更多的开发者、工程师还有研究人员参与到这个区块链的世界中。媒体呢同样也在大肆报道，然后公众形象公开去讨论加密货币以及他们投资的加密货币资产。那散户呢也是被吸引过来，然后疯狂的开始交易。那随着这个 Coinbase 的上市，还有币安交易所逐渐称霸全球呢，真正的让这个加密货币进入了这个世界的舞台。整个加密世界的这个市值呢，也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让比特币在2021年来到了顶峰69000美元的价格。但是没过多久的时间呢，由于世界就进入了危机，然后以及战争还有破天荒的这个通货膨胀的影响，还有就是前一段时间 Terra 链的这个崩盘，同时触发了整个币圈的一个崩塌，那导致加密世界随着这个传统金融再次进入到熊市，那就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些情况。那目前很多数据都在显示这个加密货币的价格与传统金融的这个相关性持续变高。其实由于金融机构与更多的人的参与呢，这种事情我认为是一定会发生的。加密货币并不像之前那么小众了，所以也不能像之前一样是作为一个与传统经济脱离开来的这么一个规避风险的资产存在。那这也就是回到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话题，那就是 FS 在这时就是扮演币圈央妈的这个角色。那当然，在未来呢，可能会就是改变很多币圈的格局。那人们肯定会担心币圈会沦为像传统金融的模式，开倒车，变得没有那么的去中心化。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的发生是由自然决定，人们很难脱离这个世界的规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是说币圈会变得很中心化。我认为 FTX 会帮助稳定币圈的形势吧，然后为其他的这些加密货币以及项目提供一些支持和稳定的作用，支撑大家撑过这个寒冬。那目前在这个十字路口呢，我们很难预测，就是说到底未来会发生什么，因为币圈里的参与者的目的和意图都太五花八门导致我们在很多时候很难看清楚事情的本质以及一些投机与投资的区别。但不管如何，加密货币背后的这个区块链技术一定是非常好，然后并且一定会在未来为世界带来进步与这个改变的。那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说加密货币仅是加密世界的一部分组成而已。像智能合约的出现，让流通的货币可以储存这个黄金，然后还有股票金融的概念，新的公司与科技应用还有商业模式吧，都逐渐的在融为了一体。那他们之间的界限通过这个区块链的技术呢，被逐渐打破。那我认为金融科技商业呢，肯定会比目前相对更去中心化，但并不是说是绝对的事情，只是通过区块链的技术，社会的生产关系与格局应该会被再一次的革新。但真正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只能持续观察与建设。而且你我大家都共同有这个责任和能力来去塑造这个未来的世界。那下面由 Gary 跟大家再说几句。最后呢，由我给大家来就是聊聊天吧，就是正好就是我们这期谈的就是一个币圈的危机和救世主。那么趁这个机会给大家唠唠心里话。最近全世界发生的一些事情啊，都看得让人很压抑，然后整个人都快抑郁了。先是俄乌战争，再到近期的斯里兰卡国家破产，然后总统逃亡国外，然后再到美元和欧元的兑换比例为1:1，这都是大事件。前几天美国公布的 CPI 数据是破了40年的新高，达到了9.1%。再到国内最近也有很多那个女性事件，先是疫情的反复，然后上海的封控，河南的村镇银行的卷款跑路，私自给民众发红码，然后民众上郑州去讨要说法，却被那个警察暴揍。然后是这几天 GitHub 上面一个非常火的 repo， 是关于200多个小区的业主集体发声威胁银行要断贷，这个可是会坏了中国金融根基的一个大事件。坏消息是一个接着一个，不禁让人们觉得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的？全世界都在比谁更烂。不得不承认，这真的很打击人们投资的信心。在所有的金融游戏中，往往都是少量的人或者是制度的制定者，成为了掏空整个金融系统的始作俑者。他们都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与此同时，却将巨额的债务留给万千的普通人，让普通人跟着一起陪葬。这个世界真的存在公平吗？反正最近被种种舆论事件搞得挺心烦的，希望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也能分享你们自己的看法。如果您比我们年长几岁，经历比我们多一些，欢迎您分享一下你们遇到此类的事件，然后一个经历，以及你们是怎么度过的。如果是跟我们一般大的朋友，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对这个世界说的？那这就是我和 Michael 本期想跟大家分享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展开讨论与分享。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儿，请大家一定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大家。